的美痛，有没有存在的理由？大声的嘶吼，是否胜过平静的问候？我织的枕头，到底让谁变得更富有？拥抱的时候，怎么能紧握着拳头？聚合在背后，有多少温暖在守候？谁不想自由，却忘了该付出的温柔？痛苦过后会否比较好受？放开过后或许会更自由。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寻找借口，什么是成就？只要你微笑着点头。欢笑过后会否一直回首？失去以后才学会如何看透。回忆里什么陪我们走到最后？还不是那些最简单的温柔。大嫂，来喝杯热的饮料吧。马达，已经很晚了，你跟姑姑他们一起回去吧。今天晚上就让我留在这里照顾建海吧。啊？是啊，马德，你也累了，我们先回去吧。我要留在这儿，看着建海。大嫂，你就别撑了，今天晚上就由建爷留在这里吧，我们明天再来看建海。就是嘛，马达，你先回去吧。如果建海他起来的话，我就第一时间通知你，好不好？建海还没有醒过来，我们一起回家吧。来，谁说他可以回家的？大嫂，我们萧家容不下这样的媳妇儿。马德，还不走？警察，我要报案了，我被人非法禁锢。大嫂，请跟我回去录口供。我可以进来吗？什么事老于说吧。哥，我真的很担心建海，你让我进去好吗？你是他老婆，我没有资格阻止你进去。可是你进去了，那又怎么样？你能够保证不会再伤害建海吗？我知道这次是我害了他，不过我根本没有对不起他。如果我跟子俊有什么关系，我还会在这里给你们骂、给你们怪吗？我早就已经跟你说过了，不要跟白子俊纠缠不清。我没有，我已经报了警，我相信警方会还我清白。那又怎么样？就算警方查到了什么，那又怎么样？你们已经伤害了建海。我知道有好多东西我不能弥补，不过我只想陪在建海身边。算我求求你，哥。谢谢你。都是我害你的，对不起。如果不是我，你不会受伤躺在这里。你还会是一个无忧无虑、开开心心的人。
一切都是我造成的，对不起。我知道很多东西，我已经没有办法补偿了。不过我现在知道，你对我有多重要。我要一辈子吃你为我做的茶碗蒸，一辈子牵着你的手，你听到吗？每次我出了事，你都会在我身边保护我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不会再放开你的手。再让你伤心难过了，所以建海，你一定要好起来，你听到吗？我们要永远幸福快乐在一起的，建海。没想到你还会来找我，多亏你啊！我在警察局待了一整晚。不过没关系，我是好市民，帮忙警察查案是应该的。我早就应该报警。啊？你还敢进来我家？我是想知道。建海发生意外前，你到底跟他说了什么？他为什么突然间会给车撞呢？你该不会以为是我推他给车子撞了吧？一定是说了让他很难受的话。他来找我，求我离开你，我觉得这不可能，说要去他家，把我们俩的感情跟他家里人说清楚。他怕得要死，自己跑掉了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们之间根本没有什么。因为他太容易上当了，他对你们的感情一点信心都没有。是你做了太多小动作。如果不是你假装要自杀，还传了简讯给我，我是不会来这里的。你跟建海一样，心体太好了，太容易上当。所以你用迷药把我迷倒，把我锁在房间里，不让我回家，这都是你的计划。只有这样才能让建海放弃你，让你回到我身边。那你传给我吵着要自杀的简讯，为什么不在我手机里？我当然要把证据删掉，难道留给你家伙看吗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爱你，因为我爱你。不然你给我机会，向你保证不会再让你失望了。不管你做什么，我是不会回到你身边的。如果这是你决定的话，你会后悔的。我这一生最后悔的就是认识你。拒绝我，建海也不会有好日子过。你敢？你看我这个样子，敢不敢？我不会再让你伤害建海的。我一定会让你认输，让你回到我身边。建海，大哥，你终于醒了。你遇上了车祸，现在在医院里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啊？
我的手怎么了？你的手在车祸中受伤了，医生刚刚帮你动过手术。那为什么我的手抬不起来？哎，不要碰。医生说，迟些时候会帮你做一个更详细的检查，不会有事的，你放心。你要不要吃点东西？我给你倒杯水吧。大哥，大哥，家珍呢？先喝水再说。我不要，你先回答我。查文真的，他是不是跟子俊走了？他昨天晚上一夜都在这里陪着你，一直到早上，他有事才离开的。真的吗？你不要骗我。真的，我不骗你。你来了，马登呢？哦，他在家里熬粥给建海吃，待会就过来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是有点痛。大哥，大嫂，你帮我通知家珍好吗？你告诉他我醒来了，叫他快点来看我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联络他的。啊？是啊，你好好休息吧。你还有脸回来？我不要再见到你。妈的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有一些话你一定要听。是你做了太多小动作，如果不是你假装要自杀，还传了简讯给我，我是不会来这里的。你跟建海一样，心地太好了，太容易上当。所以你用迷药把我迷倒，把我锁在房间里，不让我回家，这都是你的计划。只有这样才能让建海放弃你，让你回到我身边。妈的，你都听到了，我是无辜的，你要相信我。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？完全没有意义。这证明我根本没有背叛建海。你当然没有背叛建海，因为你根本就没有爱过他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好，我问你，你跟建海是不是挂名夫妻？你老老实实的答复我。说啊，是还是不是？是。你为什么要利用建海？他对你一片真心呐，他可以为你付出一切，不管是他的命还是钱财。你把他当成了傻瓜，结婚那么久，只做挂名夫妻。妈的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。我嫁给建海，是因为我知道他会对我很好，他会照顾我，会保护我。你太自私了，你摸摸自己的良心。我们萧家哪一点对不起你了？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我儿子的痛苦上？可怜的建海，感情方面给你耍，现在还要忍受肉体上的痛。我是他的妈，你叫我怎么原谅你？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，你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对建海做补偿好吗？算了吧，建海现在不能承受任何的痛苦，他再也受不起打击了。你走吧，我不会要你这样的儿媳妇。我求求你，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。我给你机会，你跟那个白子俊不干不净。我要是给你机会，就是等于给白子俊机会来伤害我的儿子。你给我滚，以后再也不要回来。走！我不要走！走！哼！我告诉你，建海没有选择，他一定要离开你。
赶我走之前，我是不会离开他的。里面的病人去了哪里？哦，他已经出院啦。出院？他不是还要接受治疗吗？病人家属10万火急的要他出院，他们才刚刚离开。刚刚？大哥，你还没告诉我们要去哪里。麻德要把你转去更好的医院，这样子你的伤才会好得更快。那家珍呢？你有没有联络她？放心吧，你大哥已经第一时间通知他了。家珍应该在另外一家医院等着看你。我们还是快点上车吧 ，Let's go。家珍，什么事啊？马德不要我见建海，他叫大哥和大嫂带他走了。他们还能去哪里？一定是回家了。走，爸爸带你去找他们。建海，建海，建海。亲家母，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好好商量，你干嘛棒打鸳鸯把他们拆散呢？你来的正好，我有话要跟你说，坐吧。哦，年轻人不懂事没规矩也就算了，您可是一个做父亲的人呐，为什么跟他们一样装病来骗人？哦，我是不想让你们之间有误会才这么做的。其实我已经骂过他了，他以后不会再撒谎了。没有以后了，没有这个机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会再让他留在这儿。你要见海休妻呀！马德，建海在哪里？我不会告诉你。亲家母，你这样说就不对了。他跟建海不管有什么事情，都应该让他们两个当面讲清楚。你把建海藏起来，对他很不公平啊！我只知道保护我的儿子，我不知道什么叫公平。你保护你的儿子，我也不能让家珍受委屈啊。那好啊，把你的女儿带走吧。我不要走。家珍嫁入萧家就是你们的媳妇，你怎么可以叫她来就来，叫她走就走啊？你问问她，她真的是我们萧家的媳妇儿吗？她有资格做我们萧家的媳妇儿吗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她跟建海结了婚那么久，根本就没有圆房。家珍啊，你们怎么？亲家母说的话是真的吗？不要再说了。单是这一个理由就足以让他们离婚。东西我给你收拾好了，你赶快把你女儿带走。我不回去，我再也不会让建海见到你。哎呀，亲家母啊，不如这样，我们来赌3把。如果我全赢，你就让家珍留下来。爸，不要玩了。要是你赢我1把，家珍就任你处置。来，不要啊，我们看要赌什么？来呀！爸，胡来！我不会把我儿子的幸福当赌注。马德，我求求你，我这辈子会对建海很好的，相信我。你不走是不是？那我就永远不让建海回来。哎呀，其实只要找出他们没有圆房的问题，把问题解决了就没事了，何必闹到这样呢？我告诉你，我说得出做得到，是走是留，随你。
是不会放弃的。医生真的这样说吗？是啊，建海的手伤得太严重，这一辈子都不能够恢复正常。这么说，他的手已经废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建海还这么年轻，物理治疗帮不了他吗？最多只能够防止肌肉萎缩，可是他的手已经不能够像以前那样了。家珍闯的祸，却要建海来承担，这真是太不公平了。建海的下半辈子该怎么过？建海知道自己的情况吗？我还没有告诉他。那暂时瞒着他吧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不可以让他再受打击了。可是，刚才建海在救护车里一直吵着要找家珍，我骗他说家珍一定会来看他，他才平静下来的。以后这个女人跟我们萧家再也没有任何的关系，我把她给赶走了。明天你到王律师那里，把他们两个的分居协议书拿回来。你要他们离婚？建海和家珍是不会同意的。这一切由不得他们做主。建海那里，让我去跟他说。可是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就这样子安排，是不是有点过分啊？过分！他们把建海当成了提款机，又把建海弄成现在这个样子，我还要对他们仁慈啊！建海的手机呢？在病房的抽屉里。把它拿给我。病房里的电话也叫护士拿走。我要切断他跟家珍的联系。建海这么爱家珍，我们这么做，他一定会很痛苦的。这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。就算他恨我，我也不管。大家都要做好人，坏人就由我一个人来做。你书读那么多，读到哪里去了？哪里有人这样做老婆的？建海又不是太监，难怪他妈妈会生气了。你老老实实告诉我，你到底对建海怎么样啊？你是不是很讨厌他？不是，那么你们同房那么久，怎么会没有那个这个？够了，不要说了，我现在只想把建海找出来。找到他又怎么样？跟他圆房啊，已经来不及了。我现在心里又烦又乱，我很担心建海。你担心人家，就要好好对待人家嘛。只要找到建海，我一定会做个好老婆的。这样才对呀，嫁鸡随鸡，你懂吗？建海还要接受治疗的，你说他们会不会给他转了医院呢？对呀，我们可以一间一间医院去问，一定会找到他的。我一定要把建海找出来的。警察调我去问话的事，你懂了吗？我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而来。家珍报了警，你是不是惹祸上身了？简讯是我假冒家珍发出去的，我会不会有事？放心，我连一个字都没有提起你。再说所有的证据已经给我消灭了，他们拿我没办法的。没事，那你叫我来干什么？喝酒，不行吗？我没有这样的闲工夫。没事，我要走了。那你最起码也应该让我知道萧家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。建海伤得很严重，左手残废了。马德很伤心，把家珍赶出去，还要建海跟家珍离婚。建海肯让你马德这么做吗？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他还以为家珍跟你在一起。那我成功了。那不一定。要他们离婚是马德的决定，家珍跟建海不一定会答应的。事情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，只要我轻轻的推一推，家珍就是我的了。你不要乱来，家珍已经离开萧家，目的已经达到了，请你以后不要再打电话给我，也不要再给萧家制造麻烦。自私啊！家珍一离开萧家，你就马上跟我划清界限，你这个人太自私了。打从一开始，我们根本就不站在同一条线上。希望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你。
珍啊，你房里的电话在响啊。有吗？萧十一郎的萧，建筑的建，大海的海，早上转过来的。家珍，谁打电话来？我不知道，没有显示号码。应该不是建海吧？如果他要联络你啊，会用他自己的手机啊。我已经打了很多通电话给他，不过他手机没有开。可能他在休息，把手机关掉了。你不要那么担心，等他好一点，他就会联络你了。如果你想打电话给家珍的话，我劝你还是不要浪费时间了。家珍决定跟你在一起。我是该向你道歉的。我不要你道歉，我要见家珍。家珍在哪里？家珍已经选择了我。他觉得离开你很残忍，所以他不忍心的伤害你，他已经没有勇气再面对你了。你为什么就不能接受事实呢？家珍对你只有同情，她爱的人是我，她已经很痛苦了，不要再为难她了，好吗？我不相信，我要家珍当面跟我说她不要我。你要她当面跟你说什么？啊？你已经废了。你这个样子能照顾家珍吗？我只是受一点小伤，我会努力做复健，很快就会好的。没救的，你再怎么努力，你的手也举不起来。你说谎，我知道，你只是想刺激我，让我放弃家珍，对不对？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问医生，医生说我骗你的话，我就把家珍还给你。不可能！你已经算幸运了，至少你还可以保住自己的性命。我不要，我只要家珍，我求求你把家珍还给我好不好？你这个样子能给她幸福吗？啊！你要是爱她的话，你就不要成为她的负担。难道你要她一辈子跟这个废人吗？这个样子能给她幸福吗？你要是爱她的话，你就不要成为她的负担。难道你要她一辈子跟这个废人吗？
嘉诚啊，嘉诚，天亮了，你昨晚整晚没睡好，进房去休息一下吧。怎么样？建海有打电话来吗？哎呀，我们都打电话去很多医院查过了，就是没有建海的下落。不行，我不能在这里等，我要去找他。你要去哪里找他？不是有一些医院不肯透露病人的详情吗？去那里亲自找吧。这些医院至少有7、8间呢，怎么找啊？一间间找，一定找得到的。好了，我们分头去找吧。有事吗？怎么一个早上一句话也不说？妈的，我真的是很不忍心拿这份分居协议书给建海。你以为我还有别的选择吗？你要建海离开家珍，这对他的打击很大，我担心他会承受不了。我这样做只有一个理由，那就是家珍根本就不爱建海。可是他一直都对建海很好。那是责任，不是感情。如果他们迟早要分开的话，我宁愿他现在就走。可是这不是他们的选择啊。对，一切都是我安排的。就算建海恨我，我还是会这样做。只要挨过痛苦的日子，建海将来一定会明白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好。马德，你不要尝试说服我，你是我的儿子，你应该明白我的苦心呐。建海现在就手废了，身边又少了那个女人。接着下来的路会很难走，我们有责任要帮他渡过难关了。以后，他需要更多的关心和爱护，唯一不会伤害他的就是我们。建业，你一定要跟我站在同一条线上。知道了，马德，我明白了，我会好好的照顾建海的。建海，你醒了。喂，应该睡多一点吧？这样早起来干嘛？我给你做了米粉，趁热吃一点。我没胃口。不吃东西不行的，你不吃东西，身体怎么会好起来呢？妈妈，你为什么不肯让我见家珍？家珍再也不会回来了。家珍真的走了吗？大哥，你帮我联络家珍好不好？我真的很想见她。建海啊，既然这是一段错误的婚姻，你就要及时放手。你以后还是可以找到幸福的。你不要怪妈的狠心，你做了错误的选择，我有责任把你拉回来。拿过来。建海，马德要你签下这个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分居协议书。以后我和家珍分居？他已经走了，你签不签，结果都是一样。家珍和我一样不会签的。他会，他已经同意了。妈都知道你心里很苦，可是这件事已经发生了，你就要勇敢地面对。我们全家人都会支持你的。来，签了吧。你就当自己做了一场噩梦，也真的该醒了。建海，来，建海，
签吧。你帮我祝福嘉诚。在闪耀什么？都是妈的错，我没有好好的保护你，让你受这样的苦。我以后不会再给人欺负你。才刚刚来过，我却开始不经意又想你了。这场爱像个漩涡，深陷的是我。你的眼神清澈，却看不到寄托。爱在隔岸观火，没人能。既然这是一段错误的婚姻，你就要及时放手。对自己说。好，你怎么来了？建海呢？建海在哪里？你走，建海不会见你的。我不走，我一定要见到建海。算了，我这个做妈妈的，求求你了，你高抬贵手，放过我的儿子行不行啊？他已经接受了没有你的事实，他决定离开你了，你不要再干扰他了。他不会这么做的。好啊，你瞧，你自己看，他决定跟你离婚。这是建海刚刚签下的。不可能，他是不会离开我的。笑话，赶快走吧，不要让他看见你，免得他更伤心。我不走，除非我听到建海亲口跟我说要我离开，我是不会走的。你跟他都没有圆房，我们可以单方面向法庭申请，这婚姻无效。妈的，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？我也求求你，你给建海一个重生的机会好不好？你看你把他害成那个样子，为什么你这么狠心，还要他亲口跟你说再见？你太残忍了你是不是不要毁掉我的孩子，你才安心啊你啊？妈，你不要这么激动啊！拿着，签了他。以后你跟我们萧家再也没有关系。我不签，我是不会签的。就算你不签，我也有其他的方法让他离开你。请问萧先生有没有回来？怎么了？哎，他不是跟你一起去照 X 光吗？他说他要上厕所，结果就不见了踪影。什么？建业，找到了吗？保安看过了闭路电视，说建海已经离开了医院。离开医院？他身上有伤，行动不方便，他要去哪里呀？大哥，建海有没有说他要去哪里啊？他什么都没说，他只是说……你不要跟他说废话了。建海什么地方都不想去，他只想回家。可能现在还在半路上，咱们走吧。好吧，我们开车找一找，说不定他还在附近。马德，你没事吧？马德，出事了！没事啊，出事！没事。你在做噩梦啊？你做噩梦了吗？我梦见建海死了，这不是一个好预兆。马德，梦是现实相反，建海不会有事的。
建业已经通知警方了，警方一定能够找到建海的，你不要胡思乱想啊！能够找到地方都找过了，为什么还找不到他呢？马德，或许建海他需要一点自己的空间，你放心，他一定会回来的啊！马德，你一整天没有吃东西了，我熬了粥，吃一点吧。哎呀，不吃，建海都不知道怎么样，我怎么吃得下呢？好，不吃就算了，来，至少喝一点水。你不能够连水都不喝啊，妈。建海，你千万不要做傻事，千万不要！建海不会做傻事的，他不是这样的人。啊！建海回来了，快开门！我去看啊！快！爹，是建海吗？啊？不是，是家珍，我去叫他走。他还敢来？你还来干什么？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？有建海的消息，我们会通知你的。你让我进来，跟你们一起等建海好吗？不可能，马德是不可能让你进去的。你还是走吧。可是我真的很担心建海。给我们一点宁静好不好？马德已经不能够再受刺激了。少跟着说废话！妈，大嫂，马德，滚！你给我滚！我求求你，你让我回来，我真的不想离开家。你休想！你不成全我们，我就跪在这里不起来。建海是因为要躲着你才离家出走的，他已经不要你了，你怎么这么厚脸皮呀？不是，他一定是不想离开我才会搞失踪的。你让我回来，他一定会回家的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难道是我把建海逼走的？只要你放手，我们一定会幸福的。你滚！妈，你滚！你滚！你走吧。你走吧，这里已经容不下你了。你那么希望我走吗？不是我，是马德。他现在不能控制他情绪，要是发生什么事，你就成为萧家的罪人，到时候连建海也不能原谅你。你还是走吧。紧锁的眉头，有没有存在的理由？大声的嘶吼，是否胜过平静的问候？我织的枕头，到底让谁变得更富有？拥抱的时候，怎么能紧握着拳头？聚合在背后，有多少温暖在守候？谁不想自由，却忘了该付出的温柔？痛苦过后会否比较好受？放开过后或许会更自由。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寻找。